嗨，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牛仔裤合集啦。因为在上一支视频里面已经和大家分享了我这种大范围的我在挑选牛仔裤这样单一的品类的时候，我会看的一些比较大的地方。那么第一个版型，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紧身的牛仔裤。其实紧身的牛仔裤应该是所有女生都最惧怕的一个版型，因为它穿在我们身上就是完全贴合我们的腿型。那么除非你的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那么当它非常贴我们腿型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可能会暴露我们腿部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我其实很少穿紧身牛仔裤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是真心的觉得紧身牛仔裤它最好的穿着季节就是秋冬天，因为我们在秋冬天的时候，我们上半身都穿的比较厚嘛，可能还会穿大衣，或者说比较那种熊大衣啊，或者羽绒服，都是属于比较臃肿的一种类型。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显瘦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腿部，如果我们穿紧身的牛仔裤，它就是最贴合我们腿型的一种裤子，也就代表着它最显瘦。所以当你这样穿着的时候，它就能够有一个视觉的对比，就越发的会显得你的腿比较细。所以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属于说你对自己的屁股或者对你的腰不是很满意而不穿紧身牛仔裤的朋友，就可以在秋冬天肆无忌惮的穿一穿紧身牛仔裤了，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那么我的紧身牛仔裤其实是非常少的，之前是有另外2条是来自 J Brand， 但是那2条我穿的真的是太多次了，然后也洗了很多次，所以就慢慢的它就有点偏薄。所以我之前 Everland 合作的时候，我就选了2条，这2条我都是非常推荐的。那么在那支视频里，我也和大家分享了这2条，就是它主要的区别就是来源于材质。材质方面，其实紧身牛仔裤我都是建议大家选稍微有一点弹性纤维的，因为确实紧身牛仔裤你如果毫无弹性，真的太卡裆了，穿着就像是穿了一个枷锁在你的腿上，真的太难受了。那么关于弹性纤维的比例的话，其实大家就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腿型没有那么的满意的话，我都是建议大家选择那种弹性纤维稍微偏低一点的，只要穿着不要那么卡裆就 OK 因为这种弹性纤维没有那么高的牛仔裤的话，它穿在我们腿上不会特别的贴腿，那么它也就可以稍微的修饰一下我们的腿型。但是像那种弹性纤维非常高的牛仔裤的话，它可能偏向于就比较像 legging 穿在身上，就可能会比较贴腿嘛，也就会暴露可能我们不想展示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第二个版型就是直筒牛仔裤了。其实我所有的牛仔裤里面，直筒牛仔裤的这样的一个版型，其实就大概的占了我牛仔裤的60%左右的一个比例，因为我真的非常的喜欢直筒牛仔裤，而且直筒牛仔裤也是属于所有的牛仔裤里面最不挑腿型的一个版型，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去选择它。我所有的紧身牛仔裤里面最贴腿的其实是这2条，它是同一个版型，所以我就一起来讲。比如说这一条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浅的浅蓝色，然后稍微有点泛灰泛绿的那种颜色嘛，它穿上有一点那种复古的感觉。然后这一条呢，它整体的那种做旧啊，然后破洞的效果就比较少，大部分就是属于这种磨白的一个效果，再配上上面的这种水洗的颜色，就它通过水洗，然后当时在水洗的时候把这里钉起来，那么这些部分都洗白了嘛，但是这里面就是处于这种深蓝色，就能够让整个牛仔裤显得整个层次非常的好，因为它很贴合我的腿型嘛，但是它又对比我的腿呢稍微的松那么一点点，不会让我的小腿肚子的那个地方显得非常崩，所以它就是稍微松的，就可以把我的腿显得很直，然后把我的腿比如说不太直的地方，它通过它的那个裤腿的形状稍微的弥补一下。那么关于另外一条呢，它整体的版型其实跟刚刚这条一模一样嘛，只是说它因为有这种做旧磨白和破洞的这种效果，让整条牛仔裤会更多了一点那种野性的感觉，再加上它是这种深蓝色，所以我平时在搭配衣服的时候，如果我这一身是想要更加男性化一点，然后更加野性一点的话，我就会选择这一条，就会让整身就显得更加有层次感一些，然后更加复杂一点点，就不会比较纯，然后比较简单。那么第2条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条 Totem， 其实我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入手了，而且我也在我去年拍过的一支牛仔裤合集里面和大家分享过，同时也和大家吐槽过，就是它的这个膝盖的部分确实是有很容易出现这个皱褶的问题。那么这个皱褶的问题其实我也觉得是一个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毕竟它的价位也不是非常的低，然后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价位的牛仔裤，那么属于这种穿个2-3次就开始出现皱褶的话呢，我是不太能够去接受的吧。但是这条牛仔裤的版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属于很难
难在其他的牛仔裤的品牌里面找到的一个版型，就属于 Toteme 他们家设计的非常好的一个经典的牛仔裤版型。它主要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裤腿的部分，它是属于这里有一个斜的缝线，把腿型稍微的优化一下，然后稍微的模糊掉你整个腿型的感觉，然后让我们的视线跟着它的那个缝线走，就会觉得你的腿有一个弧线，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弧线。这条牛仔裤它真的就是属于那种你在搭配的时候，你穿上一下子就能够把你整身的一个风格给烘托出来的，然后会有那种比较极简，然后有一点点有趣的那种风格。然后接下来的一条牛仔裤其实是我在 Everlane 那个支视频里面也提到过的，就是这一条直筒的牛仔裤，我从收到现在我都是非常喜欢，然后再对比它的价格，就是属于一条性价比非常高的直筒牛仔裤。 Everlane 的版型其实我觉得在它设计直筒牛仔裤的时候，版型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穿上是真的非常显腿直。但是因为我当时选这条牛仔裤的时候，他们家的紧身牛仔裤我都是选26码是合适的，但是这一条我也选的26码，我就觉得稍微的屁股的地方有点松，其实应该选25码的，所以大家在选择尺码的时候其实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一点。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条呢，就是属于也是 Trave 的，然后这一条也是属于那种超高腰的一个设计嘛。还有一个地方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破洞的位置非常高，就我发现 Trave 他们家牛仔裤破洞的位置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完美的拉长我的小腿，然后让我的小腿比例显得非常好。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条 Girlfriend， 拥有的 Girlfriend 牛仔裤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条，而且我也觉得是一个 Girlfriend 他们家的一个代表作。这一条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它的这上面的这种皱褶水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到，特别背面吧，背面可以看出来它这里有这种像爆裂纹一样的皱褶水洗。像这种它其实是在牛仔裤制作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牛仔裤都是要经过水洗的一个过程嘛，它就把它这样拧起来，然后每一条牛仔裤可能这样拧起来，然后装进一个袋子里，然后丢进去水洗，这样它就会有这种皱褶的效果。而且这种皱褶的效果我其实是很少会在其他品牌的牛仔裤里面看到的，而且再加上它是属于这种人工的水洗，它就不像现在大部分的牛仔裤其实这种磨白都是用镭射直接扫出来的嘛，扫出来的一个镭射的话呢，每一条都长得一模一样。但是这种人工的，因为它皱褶，你把它这样皱起来的时候，肯定每一条都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你每一条你买回来穿上去都是有一点点那种不同的一个呼吸感的，而不是一条很死板的牛仔裤。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条的裤腿真的是太好看了，它就是属于这种不规则的一个裤腿嘛。比如说我搭配一个撞色的靴子，就跟这个牛仔裤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颜色都 OK， 就可以点亮它的这个不规则的地方，然后整身就一下子就有设计感了，就算你穿的很普通。那么接下来的一条牛仔裤呢是来自 Agodi 的，然后这一条是我最近刚刚入手，穿上真的是太牛了，因为这一条是我所有的牛仔裤里面腰最高的一条，因为我有一件那个超高腰的一个牛仔的那个外套嘛，那么所有的牛仔裤我穿上都没有办法说跟它无缝连接，就是我在穿那种牛仔裤的时候可能中间就会漏一截，里面的那个内搭其实特别丑，但是这一条就是完美的刚刚好可以跟它无缝衔接。它也是属于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所以它对于如果你的腿部没有那么的直，或者说你的比如说像 O 型腿或 X 型腿稍微有一点点严重的朋友，也是完美的可以遮挡住的。所以这也是我在选择这种直筒牛仔裤的地方的一个建议吧，就如果说你的腿型越不直，你可能在选择直筒的牛仔裤的时候，你都要选择越宽松一点的，这样它给你的空间比较大，然后版型又比较硬挺的话，它就可以完全的就把你的那个比如说你弯的地方它给你填上之后你的腿就直了嘛。然后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种比较长的一个版型的直筒牛仔裤。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版型的牛仔裤，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不太愿意去尝试，但是我是真心的非常推荐给你们，因为它真的就比其他的那种比较短版的牛仔裤真的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这一条呢也是来自 Girlfriend 的，它就是一条超级长的一条直筒的牛仔裤。像这种直筒牛仔裤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大腿的位置到你的小腿的这个裤腿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宽的嘛，就几乎一样宽，这样你穿上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直筒的，像一个筒子罩在你腿上的感觉，再加上它又非常长。其实像这种类型的牛仔裤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适合如果你在春秋天你穿的话搭个那种运动鞋，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那种80年代90年代那种年轻人的感觉。其实这是我自己印象里面的一个风格吧，就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不太那么喜欢穿那种9分裤啊，然后那种露脚踝的裤子。那么像这种长度的牛仔
裤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秋冬天的时候搭配靴子，你可以塞进靴子里，或者你把它卷起来，它都能够有一点点像那种偏向于比较像工装裤一点点的那种 boyfriend 的感觉，所以它会更多的给你的整身带来一点点慵懒和帅气，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然后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牛仔裤版型，其实它不是属于一个非常常见的牛仔裤版型，它是属于那种有点介于 mom jeans 和 boyfriend jeans 之间的一种类型的牛仔裤，也是今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牛仔裤版型，所以我就专门的给它分了一个类，然后来和大家分享。然后像这种类型的牛仔裤，它最明显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这个腰的地方比较窄，然后又是属于比较高腰的设计，然后在屁股的这个地方呢又比较大，在屁股的地方有点像萝卜的感觉，然后它在裤腿的地方也是从屁股的这个地方宽的位置慢慢一点一点的往下收的越来越小的。而且我发现像这种版型的牛仔裤非常非常适合你不太满意你自己的屁股，然后你的屁股可能比较扁比较塌的话，你可以利用这种牛仔裤让你的屁股看上去更翘，然后它可以给你弥补你的屁股的部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你不满意你自己的小腿或者大腿，因为它的大腿或小腿部分都是往下收的，所以你的大腿如果比较粗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把你大腿部分的肉挡住的。所以这种类型的牛仔裤我觉得它是属于适合大部分人的身形，穿上也能够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的那种类型的牛仔裤。然后第一条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条 Only， 其实我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次了，属于我今天分享的所有牛仔裤里面价位最低的一条，但是它却是一条我打从心底里面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它整体的颜色是我今年就一直都非常想要入手的颜色，就是这种很浅的一个蓝色，而且它在上面做的这种磨白水洗的效果几乎等于没有。其实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你在选择这种贵价或者说相对而言比较平价的牛仔裤的里面的一个经验，就是相对那种平价一点的牛仔裤，我是不推荐大家去买那种做旧水洗比较多这种细节感的那种牛仔裤的，因为一般像做旧和水洗，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它是需要很多人，然后很多不同的步骤，然后不同的水洗来达到那种比较灵活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这个部分它的成本相对而言就比较高，再加上它前面有这个皱褶，这个皱褶真的就是属于小肚子的天敌，你一穿上之后，就算你这里稍微有一点点弧线，别人也会觉得是这个皱褶造成的嘛，它其实有一点点弧线的话，它就会把你肚皮的那个肚子部分的一个弧线稍微优化一点。然后第二条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条白的 Isabel Marant， 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今天推荐的牛仔裤里面价位偏高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在屁股下面的大腿的地方，它还额外设计出来了一条弧线，不属于是那种非常的日常的一个版型吧，但是这一条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就属于我如果穿的今天我想要就是独特一点，然后穿出门逛街的话，我就会选择这一条。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一条是来自 One Teaspoon， 然后这一条呢它的版型就是真的非常的软的一条了，其实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像那种纯棉的裤子，而不是像一条牛仔裤，但是这也是我当时选它的原因，就是我想要让它有一种介于牛仔裤和棉裤之间的那种柔软的程度，这样我在把它塞进那个靴子里面的时候，它也不会耸一个包在那里。然后这一条它主要的设计特点就是它在前面其实也是有这种皱褶的一个设计的，然后这一条它还有一个设计的特点，就是它在屁股的后面它是没有屁股的那个兜的。其实我觉得像这种非常高腰的牛仔裤，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高腰嘛，那么它的裤子的那个裤兜，就是屁股兜的那个地方，它都会设计的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平时在穿那种高腰的牛仔裤的时候，其实你的屁股兜它都不是设计在你屁股最翘的部分的，它其实不会显得你的屁股翘。发现有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高腰的牛仔裤它屁股兜的部分反而会显得我们的腿长，其实并不是。高腰牛仔裤里面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那个屁股兜，它没有在你屁股最高的地方，其实只有低腰裤或者中腰裤才有可能显得你屁股比较翘，因为它比如说低腰裤嘛，然后它的屁股兜刚刚好在你的屁股最翘的地方，它才能够显得你的屁股这样往上走。但是这一条呢，因为它没有屁股兜的这个设计，所以它其实可以多少的规避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它相比较其他的那种类型的裤子的话呢，会比较显我的屁股翘。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牛仔裤版型呢，是属于一种叫靴型牛仔裤的版型。其实像这个版型牛仔裤，我相信大家有很多朋友都不是非常的熟，但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熟的名字，其实就是微喇牛仔裤，这种微喇叭的一个牛仔裤。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在最上半部分，它相对而言也是一个直筒牛仔裤比较松的版型。因为像那种传统的喇叭牛仔裤，上半部分都是
是非常紧身的嘛，然后从膝盖的位置，然后一下打开一个非常大的喇叭，那种是传统的喇叭牛仔裤会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么对于靴型牛仔裤，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直筒牛仔裤的变身，为了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大家因为很多人要干农活，所以他要穿靴子，但是直筒牛仔裤没有办法把靴子塞进去，所以他们就设计出了一点点这种在下摆的部分稍微有一点点微喇叭，能够把靴子塞进去就好了的这种类型的牛仔裤版型。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牛仔裤呢，它主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如果说对你的小腿肚子不是很满意，比如说你的小腿肚子偏向于比较大，你穿直筒的牛仔裤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显示你的小腿肚子的话，或者说你的那个腿有一点点就是不直的问题，然后又比较严重，那么你穿这种类型的牛仔裤就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我其实像这种靴型的牛仔裤，我只想和大家推荐一条，就是我自己穿下来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条来自 Agodi 的一条牛仔裤。其实我发现Agodi 他们家牛仔裤的版型设计的都挺好的，就是属于那种他们不太主攻水洗或者主攻破洞或者主攻其他的那种做旧的部分，他们主攻的就是版型，整个版型就属于比较简约的，但是颜色呢偏向于比较单一一点。那么我一般在挑选这种偏向于比较靴型类型的牛仔裤，其实在上一支视频里和大家分享过嘛，就是它在稍微这种比较偏开始有点喇叭的地方，最好是比较高的，或者说高于我的膝盖是最好的，这样就会比较显得我的小腿比较长，然后大小腿比例比较好的话，我人就比较高。再加上这一条它中间的这个磨白部分，它做的很长，它没有做的很短。如果它这个磨白的部分做的很短的话，其实也是从某种程度会显得你的腿比较短的，因为它这个磨白也是有一个视觉拉长你腿型的一个效果。然后接下来就再和大家分享一下阔腿的牛仔裤，比如说第一条牛仔裤呢，就是属于这条 Ganni 的，我其实在我的上一支牛仔裤合集的视频里面也和大家分享过。然后这一条它主要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它这旁边的这种斜缝线，其实它就有一点点像是直筒牛仔裤里面的那个 toe tan， 因为 toe tan 它也是属于斜缝线，来达到让你的这条牛仔裤更加立体的那种感觉嘛。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一条它也是属于你穿上之后，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好没过我的鞋面的长度刚好，不会有那种叠在那里的感觉，会显得我的整个人就是属于那种正三角，然后整个人会显得比较高，视觉效果是往上走的。但是我在搭配这种全长的一个阔腿牛仔裤的时候，我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在上半身我都是会偏向于穿那种比较短的，然后比较紧身的一些衣服的，这样你才能够显示出一个正三角的一个效果嘛，也就会显得你比较瘦，因为下半身本身就是一个阔腿牛仔裤了，已经把你所有瘦的地方都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上半身再穿一个比较宽松的衣服的话，就会显得你人比较胖，然后看不到你瘦的部分。然后另外一条呢，就是属于这种9分的一个阔腿牛仔裤，然后它穿上整体的感觉对比刚刚 Ganni 的这条主要的一个风格就是说它能够显示出我脚踝的细，所以我在搭配的时候会稍微灵活一点，我在上半身是可以穿那种稍微长一点的或者说稍微肿一点的衣服的，因为我最差我有一个脚踝的地方可以显瘦嘛。我觉得像这种9分的阔腿裤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小个子的妹子，就会比较好去驾驭。然后好了，这就是我这一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我全部的我最喜欢的一些牛仔裤了。其实我本来还有更多的牛仔裤的，但是有很多可能是因为购买失败呀，或者说我也没有非常的喜欢，或者说我觉得没有特别值得去推荐，我就没有放进这支视频。我放进这支视频里面的所有牛仔裤都是我觉得我真的打从心里面很喜欢，然后每一条都有它推荐的一个点的。那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牛仔裤合集，我会尽快的在下一支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就是我挖坑挖了很久的那个冬季叠穿的视频，因为确实是本来是想在牛仔裤合集之前分享的，但是因为真的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收到所有的衣服，然后我又想把这种效果呈现到最好，所以我就想说拖1个星期吧，然后等到把东西全部都收齐了，以最好的一个效果来跟大家拍那支视频。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